这一次，李家和林家都出了丑，也算是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一点代价。现在，该好好查查母亲当年被害的事情。今日是个好天气，姑娘可要出去转转？有约了。三姑娘，夫人渴了，还不好生倒水伺候着。不必了。我罚你是因为你有错，但罚过之后该怎样就怎样，不会亏待你。谢母亲教诲。如今甜甜已回老家，我膝下继母会把你当做亲生女儿来看待，只是你要识时务，懂分寸。谢母亲，甜甜和母亲定是一条心的。楚楚姑娘，小公爷，我那日等了你一天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婚礼上出现了意外，实在对不起。楚楚还以为是小公爷变心了。你干嘛讲这种话？我若有此意，天打雷劈。何苦发这种毒誓？我相信你。我就是太在意你了，生怕你不相信我。最近我被看管得很严，一直有人盯着我，只怕说不了几句话。没事，我们来日方长。今天就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事吧，我想多了解了解你。好。三殿下为人十分谨慎狡猾，当年的人证物证几乎无从可考，查了这么久，还是没有更多的线索。那就只能等他们再次有所行动了。将军，我们的探子查明，三殿下昨日秘密去了。没想到小公爷小时候如此顽皮，那府里那些老仆人，岂不是现在见着你就躲着？在很久之前，我娘家把他们清出去了。好在府里还有登记名册，等到我正式当家了，还可以想想办法把他们请回来。我娘最近看得我很紧，我得先回去了。你且安心，一定要等我。如果能弄到这本名册，或许可以找到当年给母亲接生的魂魄。姑娘，你要的东西找到了。看来，当年入林府给母亲接生的，极有可能就是这本钱吻魄。听说府里遭了贼呀？夫人放心，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。
不过是些10几年前的登记名册什么的。此事未免也太蹊跷了，倒像是有人故意所为，不得不防。秦妈妈，你赶紧去一个地方。是。你好，请问钱稳婆在家吗？你好，请问钱稳婆在家吗？哟，姑娘来的不巧，她昨日就过世了。过世了？这外面好的稳婆也有很多，也不知怎么的，最近1个2个的都来找钱稳婆，还有外地过来的。外地？是什么人啊？大概1年前吧，好像姓何，还打听过国公府夫人临盆的事儿。走的时候留了个地址，说是让想起什么事儿就给他写信。姓何，我生母就姓何，这人难不成是他的本家？您能告诉我一下那个地址吗？哟，这只能去问棺材里的钱稳婆。不过我听他提过一嘴，说是从江陵来的药贩子，每年都趁着花神节给新婚夫妻卖药。谢谢您。哎，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，若是能找到这位姓何的，说不定会有转机。可此去路途遥远，夫人必然会从中阻挠。要多带些厚实的衣服。江陵天气冷，将军此次去的时日可能会长一些。是。你让明月传话说有事找我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这么多酒？我心里高兴啊。哦，有什么好事？小心！我听说，江陵的花神节乃是人间盛景，至今无缘得见。正好听夫妇将提起，哥哥要去江陵，不知哥哥能否带我同行？我这一次是去办正事。哥哥不是一直欠我一个生辰礼吗？不想要延迟，我想去看花神节。阿楚，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房休息。阿楚，你现在不清醒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别说，别陪我，陪我。
原来阿楚心里有我。阿楚轻易不肯开口求人，3分定是斟酌良久。想看花生棋，阿楚，无论你想去，哥哥都会陪着你的。走。夫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贱人！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竟然勾引嫡兄私奔！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情！夫人，妾身确实不知，可是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，夫人。怪不得枕哥和林小姐的婚事会不了了之，原来是这个娼妇在背后捣鬼。不会的，二姑娘和大爷自小就要好，他们只是兄妹之情，并无。母亲，确实不关姨娘的事。我亲眼看见二姐姐和大哥哥私通，是他们先不干净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母亲放心，钱钱有分寸，不会乱说的。当今圣上最看重礼法，这事若是传出去，整个李家就全完了。到时候你们都别想活！出什么事了吗？风林，你带阿楚先走，这里我来应付。将军先走，属下断后。
这是军令，不得违抗。不，哥哥，要走我们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别怕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别废话了，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，上！给我杀了他们！阿楚别怕，哥哥命硬着呢。禀殿下，李枕兄妹受重伤，不知所踪。不过属下看来已是凶多吉少了。这个林安生，为何没说这李楚楚也跟来了？算了，本王正好旅途乏味，缺个绝色美人作伴。属下查过了，李枕表面上从不参与党争，实际上与太子交往甚密。万一被他发现殿下此行的目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李枕虽是个人才，可惜有个不识时务的老爹，未免夜长梦多，本王只好先下手为强。大夫，他怎么样？这位公子伤势太重，失血过多，好在身体强壮，若是今晚稍能退下来，应该就没有大碍了。多谢大夫了。阿楚，快走！阿楚，快走！快跑！快走！原来他一直把我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好了，好了。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。满城的执念堆叠，滋长着幻觉。我竟掌心的痛与你相拥，
哥哥，你要做什么？阿楚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。你慢慢收拾，我先去找点吃的。这次的幕后主使是谁啊？是谁这么大胆，居然敢行刺麒麟拳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非3殿下莫属。前面好热闹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应该是在庆祝花神节。传说得到花神祝福的情侣可以有间同心。白头到老。两位相貌如此出众，想必也是来祈求花神祝福的吧？你误会了，我们是……没错，我们是来自外地的新婚夫妻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认识一个？来。夫人，怎么样？奴婢仔细查问过了，大爷这次去江陵的确是为了公务，但是没说什么时候回来。真的不是私奔。夫人不必过于忧心，大爷做事一向有分寸，绝不会乱来。唉，可是，一涉及到李楚楚的事，他就像疯了一样，不管不顾了。阿楚。白日令你为何要说谎？我们根本就不是夫妻，也做不成夫妻。哥哥怎么知道我们做不成夫妻？你可知，我们并非亲兄妹。阿楚，你说什么？我的亲生母亲是林老国公的原配夫人。我出生以后便被姨娘收养，她为了能让我在将军府立名，将这个秘密藏了18年。阿楚，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也是前些日子刚知道。况且，最近有那么多事。阿楚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如果我是在做梦的话，我永远也不想醒过来。愿月光融化黑夜，再明亮一些，能让你我心中荒唐的梦不必凋谢，满城的执念堆叠，滋长着幻
觉，我竟掌心的痛与你相拥，不问离别。我要奔向荒芜的旷野，逃出人海投影的长碰见这个梦，要捉月光去在我及笄里的时候，哥哥不就已经做过了？阿楚在说什么？那天的事情，你一点都不记得。阿楚，哥哥，哥哥明日就要出征，今天怎么会有空来看阿楚？阿楚在鸡鸡里，哥哥就算是再忙也会来的。你喝酒了？今日鸡鸡里家中客人比较多，所以就多喝了几杯。这位姑娘中的是勾栏里最烈的情药，有致幻的作用。若不能及时行房，将体内的热度去除，恐怕性命难保。除了行房，还有别的办法能救他？有个办法倒是可以一试。阿楚，你醒醒！阿楚。现在可以告诉哥哥，为什么非要执意来江陵了？我来江陵是为了找一个人。谁？这个人也许和我生母有关。我只知他姓何，50几岁，安平郡人，在这附近做药材生意。线索太少了。江陵虽小，但是这样找人，无异于是大海捞针。阿楚明白，但是只要有一线生机，阿楚就不会放弃。我帮你。哥哥，阿楚，我找到那个姓何的了，但是他不是什么药材商人，而是采药人。采药人。有人在吗？你们找谁啊？这位姑娘看着好生面熟，咱们在哪儿见过吗？冒昧前来打扰，我想问一下，您是否认识18年前何家的三姑娘？你究竟是谁啊？我是她的女儿，楚楚。错不了，看你这眼睛，跟你娘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。孩子，我是你的亲舅舅呀。舅舅？那你可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乔娘子那个毒妇，仗着你父亲对她的宠爱，买通了稳婆，杀死了你的母亲。可如今国公府权势滔天，仅凭您的一面之词，定不了乔娘子的罪。舅舅，您可有证据？楚楚，
进来祭拜一下你的母亲吧。哥哥，我想先回安平去。阿楚，国公府树大根深，乔娘子又心狠手辣，你孤身一人，我们却斗不过他们。这个是我为你准备的新身份，只要你愿意，随时可以放下恩怨是非，开始自由自在的新生活。阿楚，多谢哥哥替阿楚考虑周全。可是，生母的仇若是不报，我自己独自苟且偷生，那这一辈子，阿楚都不会安心。既然阿楚心意已决，我也无话可说，只是能否再多留一日？为何？今日是4月初8，阿楚的生日。阿楚，这是我第一次做面，也不知道味道如何。来，你快尝尝。阿楚，这是以防万一嘛。阿楚知道，哥哥必定不会轻易放我独自回去冒险。看来阿楚还是不够了解我。哥哥不要生阿楚气，好不好？看在今日是阿楚的生辰份上。傻瓜，哥哥怎么会生阿楚的气呢？哥哥不生气就好。我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的，不可以再受伤。将军，都安排好了吗？他们会全力保护二姑娘的安全。三殿下那边好像已经知道您还活着。无妨，我们就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在江陵体察民情。眼下，离在暗，我们在明，我这狐狸揪不住他的狐狸尾巴。废物！居然让李枕给耍了！属下无能，请殿下恕罪。算了，这李枕既然能爬到麒麟将军的位置，又深得太子的信任，必然是有其过人之处。是我小看他。那武天昊和那边的谈判怎么办？给我严密监视李枕，有情况立刻汇报。是。这是李家姑娘，打算做什么呀？看着婚嫁，怎么会这样不成体统啊？婚嫁也不用这样。这是李府的二姑娘来国公府提亲呢。李府？哪个李府？没见那箱子上的亲临图样吗？在整个安平，还有哪个人敢有？这是李将军家。女子提亲，这岂不乱了礼法？是啊，女子提亲的。开门！李府要提亲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啊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夫人，将军府李楚楚前来提亲。二姑娘，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
哪有一个在闺阁中的女儿替人上门求亲的？夫人误会了，楚楚不是替人求亲，而是亲自上门求嫁小公爷。你说什么？李楚楚求嫁小公爷林安生。楚楚姑娘，你是不是病了在说胡话？快随我进去坐着歇歇。多谢林姑娘关心，楚楚身体好了。李楚楚，就凭你一个庶女，也配在此发疯？秦妈妈，在，叫人把她和这群看热闹的人都给我轰走。是，婚书在此，莫不是国公府出尔反尔，想要悔婚？不可能，这婚书肯定是假的。是真是假，叫小姑爷出来一问便知。我已经签字画押了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？就算是真，也是你使了什么狐媚的手段诓骗而来的吧？不能作数。楚楚姑娘并没有说谎，这婚书确实是我亲手交给她的。住口！婚姻大事乃是父母之命，岂能儿戏？夫人此言差矣，这明明是先有婚书，后又在众父老面前禀明的你，桩桩件件皆合一数，怎能说是儿戏呢？母亲，儿子与楚楚姑娘两情相悦，望母亲成全。就是，明明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，岂能棒打鸳鸯？堂堂国公府竟然言而无信，欺负人家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，国公府太过分了！国公府欺人！欺负人！欺负人！岂有此理！李楚楚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胁迫我！安哥跟他的关系绝不能成亲，这是要遭天谴的。夫人无需动怒，这婚礼能不能顺利办成还是一回事，即使顺利办完了，能不能顺利圆房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。到时候人来了国公府，由得夫人孽缘错别。有的是办法让他消失。你说的极是，有这个命进国公府，那也得有这个命承受才是。阿楚要和林安生成婚。将军，三殿下那边有动静了，似乎要去风月山庄见面。哥哥，阿
出的计划就快要成功了。姨娘，姨娘可是有什么事？你真的要嫁给那个林小公爷啊？我意已决。可你们两个是亲兄妹呀，这成亲可是要遭天打雷劈的呀！更何况这大爷还不在府里，你若是一意孤行的话，只要是……姨娘放心，我有分寸。那好吧，可是这事儿恐怕夫人是不会同意的。姨娘错了，只怕她巴不得。李楚楚想要嫁人，随她去吧，千万不要让人阻挠。这个祸害早打发早好，只要能和整个断干净，想攀谁的高枝，由着他去。是，母亲。你不是要在江陵多待一段时间吗？怎么？二妹妹出嫁怎么不跟哥哥说一声？按规矩，哥哥应该背你上轿。你该下去了。阿楚，你现在还有反悔的时间。哥哥多虑了。我既然决定，就绝不后悔。要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筹谋了这么久，既不可能，也绝对不允许他功亏一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要你回来，不是让你再把自己送出去。哥哥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哥哥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你快走。哥哥，等今日之事结束，我会去好好补偿你，好吗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我可怜的妹妹啊，你死得好惨呐！
的妹妹啊！还敢在我国公府的婚礼上捣乱！我妹妹是老国公明媒正娶的妻子，国公府的人害死了，我今日来就是要为她讨一个公道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什么？抬进来！我妹妹的棺木就在这里，将军可以当场开棺查验，真相自然大白。不行，今日是我儿大喜之日，怎能出这种眉头？李将军虽然驻守安平郡，但是此类事务并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，你如此横插一杠，莫非是有其他的目的？民间冤案，自然由我郡守做主。夫人，人命大于天，这位老汉口口声声地说是冤案，我认为还是查清楚的好，以免污了你们国公府的名声。赵郡守，不要听信这个无赖的话，他就是故意来捣乱的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打出去！老人家，你可要想清楚，若是开棺验尸查不出什么，那你今日乱闯国公府婚宴，可就是寻衅滋事，大错。若真是我错了，我愿意承受罪责。够了，你们几个一唱一和的，莫不是早就串通好了，要让我们国公府难堪？夫人，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若此事传出去，圣上怪罪，恐怕国公府难辞其咎。那就等圣旨下来再说。母亲，既然咱们问心无愧，就算开棺验尸也无妨。开棺吧！临死之前，将这枚戒指吞入腹中，肯定是想指认凶手。这倒无妨，我们国公府有账册，什么时候是谁的，都能查得到。这戒指是我们娘子赏给老奴的，齐妈妈。都是老奴的错，老汉前主母欺压我们娘子，所以才向她下了毒手。没想到这么多，你们居然又找上了。好啊，一人做事一人